张静雪杀死刘磊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我在张静文家对面的出租的房子里。这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把我带来的。可是出事的时候我在睡觉，我没醒。后来我听到了警车声，而且是警察都往他们家那个楼里跑。我想是不是他出什么事儿？本来我是想着要到他那去看一看，你们来了，把我带到这儿来。你和刘磊这个人认不认识？刘磊？哪个刘磊？刘磊你不认识？你在报社印刷厂当领导的时候，你手下的一个工人。认识，想起来了。怎么？就是这个叫刘雷的，闯进了张静雪的家，为什么？你还装糊涂？难道就是他？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呀。你心里清楚？我不清楚。是这个刘雷，我以前确实是认识，可那是10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在一个单位，这个小子流氓习气很重，而且很变态。他被派出所抓去了，后来怎么出来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怎么就是他呀？原来是他！张景远杀的就是他呀！是不是就是这个家伙强奸了我们的张静文？他要是不死，我还会找他呢。他真是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王伟，你不要再演戏了。告诉你，我们怀疑是你指使刘磊干的。要说你是策划人，你就是刘磊这一切罪恶勾当的幕后策划人。不能这样说话吧？你们是公安，你们是警察呀，不能乱讲话。证据呢？你们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们说的是对的？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我研究过法律。按照法律程序，如果没有找到王伟和刘磊联系的证据，没有查出王伟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没有目击证人指证王伟，我们这24小时内就得释放他。试图杀害张静雪，反而被张静雪所杀的刘磊已经死了，这实际上是王伟没有想到的意外的完美的结局。我们的各个侦查小组没有找到王伟和刘磊联系的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的证据。我们在跟踪王伟阶段，监听王伟的电话及刘磊所用的手机电话 SIM 卡被有计划、有预谋的销毁了。所以，这个案子涉及到王伟方面的所有线索都断了，就连我们的侦查员拿了王伟的照片去了销售这个王伟和刘磊联系用的 SIM 卡的各个摊贩处，没有人能够记忆起王伟或者刘磊买了这些卡。我不会放弃，我一定能够找到刘雷和王伟密谋策划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证据。按照法律程序，释放王伟，以静带动。
见，再见。我姐姐怎么没来？我姐姐呢？都在呢。静雯，你姐姐的事情，他们没跟你说吧？王伟，你，王伟，请你离开。我话还没说完。我姐姐她怎么了？啊？怎么了？是这样，你姐姐杀人了。杀人？她杀谁了？我姐姐在哪儿呢？她防卫过当，把一个侵害她的人给杀了。这个坏人真是罪有应得。静雯啊，你能把毒戒了，这非常好。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回到你的事业当中去。不行，你到我那住2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王伟，请你今后离张静雪姐妹远一点，你不会逍遥法外的。静雯，你看，走。哦，静雯，回头我会去看你的。上车。我姐姐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和高永成来之前都商量好了，不愿意告诉你，就是怕你伤心。你姐姐是正当防卫，虽然公安局现在抓了她，但是律师说了，不是很严重的。现在你知道了，你要冷静。你姐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为了你这个妹妹。姐姐，我一定要帮你，一定要帮。你绝对不能在这个坏人面前流泪。我想，你姐姐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切。现在开庭，法警传被告人张静雪到庭。被害人刘磊是怎么知道你住在海虹小区的？我很高兴，法官能够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被告人，你回答问题。
那天刘磊闯进我的住处后，他是以保安的身份要求安全检查，我才开了门。开了门以后，他就持刀威胁我。他凭什么3次跟踪我，就找到了我的住处？这说明，在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指使他。这个指使他的人，曾经跟刘磊在一个单位共事过，而且当年刘磊曾经犯过盗窃的案件，他也把他包庇了下来，使刘磊免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你说背后指使刘磊的人是什么人？叫什么？他叫王伟，是我的前夫。被告所指的是没有证据的，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被告所提到的王伟与刘磊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王伟离开了《城市晚报社》的印刷厂以后，刘磊和王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有过联系。被告人，你为什么要咬定王伟？你简单叙述下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他是我的前夫，曾经是湖广网站的执行官。我妹妹出事以后，我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可是我每次都调查到关键的时候，我的证据反而都失去了。怎么会这么巧呢？这说明这个人就在我身边，在第一时间把我所有的情况都通报给了刘磊。后来，经过了墨鱼的死亡事件、小兰的死亡事件之后，我发现这个坏蛋就在我的身边，他每时每刻都在注意着我，注意着我的行动。是谁？我想我不用说，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吧？恰巧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王伟婚外情的事情。我上法庭告了他，并和他离了婚。王伟因此也被撤了职。我告诉他，这个调查我会进行到底。我知道他害怕，我又在调查王伟的社会关系。他知道以后，更是胆战心惊。只要刘磊活着，我活着，他每分钟都可能被暴露，所以他要置我于死地。就出现了刘磊闯进我家的那一幕。当时我面临着张牙舞爪的刘磊，我必须要反抗，我必须要置他于死地。所以我捅死了他，我捅了他13刀。到现在我都觉得还不解气。我抗议，被告提到的王伟与本案无关。自从张静雪一案发案以来，我们司法机关一直在调查王伟。我们对王伟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调查，没有发现王伟和刘磊之间有过密切的关系和往来的证据。抗议无效，本庭决定传证人王伟到庭。我的委托人王伟已经住院，因为心脏病及并发症的原因，不能出席这次法庭的调查。这是医院医生的证明。王伟是否提供了书面证词？我的委托人有证词。我以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出发，向法庭保证，自从我调出了城市晚报社印刷厂后，我一直没有和刘磊有任何接触，
如果法庭查出了我和刘磊有联系，我甘愿承受任何法庭对我的任何惩罚。我对我证词负完全的法律责任。王伟，2003年11月9日。安静，请注意法庭纪律。被告律师，你可以说了。王伟实际上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因为刘磊闯进了张静文的家里。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张静文家的住处。根据公安局的排查，已经排除了其他几个人。王伟为什么又租住在了张静文家的旁边？而且每次我的委托人遇到事情的时候，王伟都能找到证人，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也不在作案现场。是不是王伟在蓄谋已久地策划着这一系列的案件呢？更令人蹊跷的事情是，当犯罪嫌疑人刘磊准备强暴我的委托人的时候，当他发现我的委托人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的时候，他能够立刻销毁他的手机卡呢？这一切都证明，从伤害张静文到数次尾随张静雪，直到最后在张静文的家里对张静雪进行灭口，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特别是犯罪分子掌握了我市前一阵发生的系列强奸大案的犯罪过程和细节，刻意模仿，试图混淆视听，特别是迷惑我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所以我请求法庭注意，犯罪正在进行，犯罪仍然没有终止。因为单凭刘雷一个人的智商是无法完成对我委托人妹妹的伤害，到对摸鱼证据的偷窃，包括现在司法机关已经查明，正是这个刘雷用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杀害了摸鱼，包括模仿系列强奸案件对知情人小兰的杀害，以及最后对我委托人的未遂强暴和凶杀。这一切刘雷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他需要在第一时间里掌握我委托人妹妹的情况，需要在第一时间里掌握摸鱼和小兰等人的情况。那么这个第一时间的人是谁呢？最有可能的就是王伟，我委托人的前夫。鉴于以上事实，我希望法庭再次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调查，因为王伟有重大嫌疑，有与刘雷勾结犯罪的重大嫌疑。抗议被告的律师没有经过法庭的同意，擅自对公民进行污蔑，而且法庭并没有允许把被告律师提出的张静雪起诉王伟家庭暴力强奸一案并案到张静雪防卫过当杀人案件里来审理，所以被告律师的法庭发言是无效的，而且是违反了法庭纪律。作为证人的律师，我要求驳回被告律师的请求。同意证人律师的抗议，抗议有效。王伟和本案没有关系，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允许继续谈本案无关的事情。安静，请注意法庭纪律。被告人，当你捅了被害人第一刀时，被害人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还继续加害被害人，连刺12刀？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你正在行凶时，公安人员已经到了现场。你至少听到了警笛声和敲门声，你完全可以终止防卫行为。你为什么不想寻求法律的保护？你知不知道司法机关有责任来保护你一切的合法权利？被告律师，你可以说话。我的委托人一直被各种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所困惑着，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我的委托人的妹妹被人侵犯，在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当中，又不断的有人死亡，摸鱼证据的丢失，摸鱼交通事故的死亡，这点我的委托人和当时公安局对交通支队的鉴定结论是有看法的。我委托人的妹妹又莫名其妙地染上了毒瘾，所以我的委托人在那种压力之下，已经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而我的委托人当时面临的正是自己要找的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已经承认了是他侵犯过我委托人的妹妹。
而犯罪分子又说了要杀掉我的委托人，要让我的委托人永远消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的委托人对犯罪嫌疑人的反击防卫可以说是新仇旧恨，可以说是不把犯罪嫌疑人置于死地，那么对方就要置我的委托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的委托人捅了犯罪嫌疑人刘雷13刀，完全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我们坚定地认为，我的委托人这样的做法合情、合理、合法。这个案子的背后，我们还是要谈王伟。请注意法定纪律，如果有违反者将逐出法庭。被告律师，本庭已经告知，与本案无关的事情不允许涉及。关于你提出的问题，等本案审结以后，你可以向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被告人，你继续说。是的，被告试图回避重要的犯罪事实，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对被告起诉的罪名是过度防卫罪。是的，被告是拔出刀子捅向了迎面扑来的被害，但是你在把刀子拔出来以后，也就是说在刘磊挣扎的时候，也就是说被害人有生命的欲望，企图逃脱的时候，你又把刀子连续的捅向了被害人的背部，而且我司法机关已经确定被害人就在被告人的家中，我执法人员也已经赶到了现场，被害完全有机会报案，但是被告却选择了杀人，被告这是在进行有意识的犯罪。请看这些证据。被告律师，你可以发言。我在上面已经解释过了，我的委托人为什么要连续捅犯罪嫌疑人刘雷13刀。我希望法庭可以理解我的委托人当时的情绪。我的委托人是2次被刘雷尾随，2次伤害，现在已经证明我的委托人的妹妹被刘雷侵犯过。为了保护我委托人的妹妹的名誉，现在我们隐去性命。我的委托人在当时那种极度恐怖和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所以当他面对一个精神完全变态的人闯进他的住处，对他进行施暴的情况下，他可能处于精神失控。抗议！被告律师的陈述完全是为了免除法律对被告应有惩罚的一种托词。无论如何，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必须由法律机关来执行的，而不是由被告来执行的。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我们合议庭会议时将予以充分的考虑。本案将择日宣判。现在休庭。我要去看看我姐姐。静雯，你要是真的为你姐姐着想的话，你应该恢复你的演艺事业。你是你姐姐的这辈子的希望，你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对，静雯，你是个有潜质的演员，你现在应该重新恢复你的事业，回到属于你真正的生活当中去，为自己，为你姐姐，也为那些影迷重新做点事情。可是我姐姐还在看守所。你还记得那个天天为你送花的朱兰吗？她为了你被刘雷袭击了，现在成了植物人，她还躺在医院里。
他把生命的鲜花都献给了你。静雯，你别这样，你要振作起来。只有把毒戒了，你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不会放过王伟的，只是公安局还没有找到证据。不，你不能管这些事儿，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只有你把毒戒了，好好的生活，你永远是姐姐的希望。只要你能过得快乐，过得好，姐姐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师傅，我们是不是违规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王伟。2号，目标已向你驶去，注意跟踪，注意跟踪。经过 DNA 的检测，已经证实了小兰和张静雪的现场都是这个叫刘雷犯罪分子干的。墨鱼的交通肇事也是刘雷干的。刘雷已经死了，法律不再予以追究，在法律上这个案子已经结了。问题是，墨鱼的那卷录音带，那卷录音带到底在哪里？只有死去的刘雷才知道。张正雪，出来，有人来。哎，我们不是已经证实了墨鱼的工作室被盗一案当中有刘雷的足印吗？非常简单，刘雷凭什么知道墨鱼录了他在张静文现场的音？刘雷凭什么知道张静雪和高永成一直在找他，而把仅仅见过他几面的小兰就给杀掉了？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一条隐藏的线，而就是这条线在牵着刘雷走。张静雪，我来看你，让你很不高兴是吗？不如坐下来，我们好好聊聊。我来反论你。刘雷可以是个影迷，他一直崇拜着张静文，或者说疯狂地痴恋着张静文，他就可能监视跟踪张静文。认识了张静文，就认识了张静雪，就有可能认识高永成、朱兰和墨鱼啊。你要知道，张静文可是个公众人物。墨鱼也罢，小兰也好，
朱兰也好，都是因为张静文的存在而出现了刘雷的视线。你听他吹牛。所以，刘雷就有可能知道张静雪为妹妹张静文报仇，在寻找自己，他就完全有可能有犯罪动机，去除掉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张静雪，还要除掉已经掌握自己强暴张静文证据的莫雨，他还要除掉小兰，因为他在小兰面前已经失了口，说给张静文下了毒，怕张静文和张静雪联合起来找自己。还要除掉已经发现自己踪迹的朱兰，最后要除掉张静雪，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呀。你的推论正好是公诉人的推论。现在，案件的侦破事实上已经证实了我的推论。法院的判决马上就要下来了，只是缓刑。我毕竟是你的前夫啊，你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我心里是非常难受的。我是托了朋友的关系才进来看你的，本来我是不能进来的，但是我一想起刘雷对你的残酷的折磨，还有静文，我觉得我应该过来看看你。我们没有找到王伟在现场和刘磊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蓄意刘磊作案的证据。我们要是找到了，王伟就死定了。就连那个徐丽丽在王伟那里偷到的电话号码，我们也无法证实，无法在刘磊的手机上证实王伟确实给刘磊打过电话。王伟在刘磊死后已经把证据消灭了，而刘磊却在张静文的家里当着张静雪的面把自己的电话卡搅碎了。他在保护谁呢？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已经抓不到刘雷背后指使的这个主谋了，而刘雷的死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真正的主犯随着刘雷的死亡，就很有可能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这就是难点。模仿系列强奸案件的犯罪手法迷惑我们，让我们到现在都不能够确定侦查的方向。再加上被害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敢报案，这个使我们无所适从。你觉得你能够逃脱法律对你的惩罚吗？法律？司法机关已经还我清白了。哼！还你清白，而且很清白。王伟，你的戏要演到什么时候？让我来告诉你，你这一系列阴谋的漏洞吧。好像你已经掌握了我什么证据？在徐建刚绑架我们之后，你曾经问过我一句话，你对我说，你好像以前在报社干过通信员，你还记得吗？当时你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纳闷，但是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想想，你凭什么在救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对他的情况这么了解？你可以解释为我妹妹是名人，你可以在报纸和网络上了解我和我妹妹的情况。可是，
为什么偏偏是你这个了解我和我妹妹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救了我？王伟真是太狡猾了。这是一个策划了很长时间的犯罪，连不在现场的证人都已经安排好了，而张静雪和张静文反过来倒成了王伟的证人了。是啊，这世界上有那种长时间都破不了的案，甚至成为永久的疑案。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了的。你搜集我妹妹的照片，还搜集我跟我妹妹的资料，你把我也作为你征服我妹妹铺垫的一个台阶儿。这大概不是犯罪吧？那不是犯罪，但是那是你阴谋的一部分。那场意外也不是意外，是一场阴谋。是徐建刚的阴谋，也是你王伟的阴谋。只不过你王伟加入了徐建刚的阴谋，你掌握了我和我妹妹的一切。只不过你没想到徐建刚会那样。你说我们一同经历了死亡，那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死亡。也是你跟踪我和徐建刚的结果。徐建刚是一个绝望的男人，你王伟是一个玩弄游戏的男人。徐建刚采取的是暴力，而你采取的是温情，虚假的温情。这虚假的温情，要比徐建刚的暴力要狠多10倍。哎，前几天我们请的那几位刑侦专家，其中有一位退了休的老同志，他看了张金雪的案件之后，他说这个王伟被我们怀疑成犯罪嫌疑人，最适合他的法律就是封建统治时期的法律，直接把他丢进大牢，严刑拷打。他就招了。像我们现代文明的法律，对王维这样精心炮制一个案件，往往很容易让他逃过法律的惩罚。你想，就像是著名的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件和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爆炸案件，这些都是典型的案例。所以，我们要继续寻找他涉嫌犯罪的证据。是这样。我终于看到你的智慧了，很为你高兴。证据呢？我陷害你和你妹妹的证据在哪儿？哼，让我告诉你一个最让你绝望的信息吧。我的血晕通过跟刘雷的斗争，彻底治好了。以前我就查过资料，说我这样的病，只有在同样的规定情境下才能够治好。我杀死了刘雷，我捅了他13刀，我现在正常了，我不再血晕了。你以后没有机会再利用我的血晕犯罪了。这从何说起呢？我的话你没听懂吗？那好，让我来替你回忆。你一定记得，有一次我在迪厅的门口堵住了刘雷，在他逃跑的时候，他摔倒了。当我要上去摁住他的时候，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桶鲜红的油漆，然后我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刘雷不见了，而你却站在我的面前。你跟我说，他掌握了我血晕的事情。你没说错。错，
在刘磊第3次袭击我的时候，他用刀划破了我的腿，我的腿在流血。当时我看见血，我难受极了。可是刘磊他不知道我为什么难受，他1连2次问我：“你怎么了？”刘磊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血晕的毛病。你在设计这一系列阴谋的时候，你恰恰忘了告诉他，我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从这一点我牢牢地锁定，你就是这一系列的犯罪的嫌疑犯，主谋。现在是讲究法治的社会，一切都讲究证据。要是没有证据，我们只能放任。没有证据，犯罪分子就可以逍遥法外。不过我告诉你，梁弟，只要这个案子没破，我这辈子就和王伟干上了。永不放弃，对吗？对。虽然刘磊死了，我现在死无对证，可是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死定了！